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周末点评啊，本周只有4个交易日，最重要的事件是鲍威尔在国会做证词，牵动了市场的神经。英国和挪威2个央行意外加息50个基点，加息没完没了，令多头感到窒息。美股本周延续上周末以来的下跌，下周标普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都将考验重要的支撑位。标普指数在4450点附近承压回落之后，从4000点以来的快速上升行情结束，回调本市大涨之后的正常需求。在回调之前 ，KDJ 出现了超买区的死叉，并且连续多天下行，这就提示美股大盘短线超买的特征。涨多了必跌的废话，再次应验了。4325点作为2022年8月16日的高点，也是整体底部是否成立的关键点位。大盘回落到4325点之后，如果获得支撑，那对美股下半年的走势将是很好的确认。但是4325点毕竟也是挺高的，本轮标普反弹的差不多1000点，回调个100多点就止跌，也太便宜了点啊！股市是难以预测的，预测也不一定准确尤其是在趋势发生转折的时候，市场多空双方进行博弈，还没分出个输赢，更难判断了。这就好比2个人在掰手腕，势均力敌时，似乎他们都是在用力，又似乎都没在用力，你就是很难判断谁会赢。只有当2个人中的1个人开始失去力量，平衡被打破时，我们才能够容易的判断出谁是强势的一方。纳斯达克指数本周虽然下跌，但阳线还是多于阴线，呈抵抗式下跌。预计纳指在13000点会有明显的支撑位。美股究竟是要在市场的犹豫当中形成慢牛呢，还是如空头所预期的那样随时大跌？这个在当下尤其难以判断。基本面、政策面、宏观经济都不足以支撑美股像前年一样持续慢牛。但是在市场犹犹豫豫当中，标普涨了近1000点，纳指涨了近4000点。更奇特的是，今年指数涨了这么多，大部分人并没有感觉到赚了大钱。可以说今年上半年投资难度确实非常大，现在做出选择就更没有十足的把握了。我建议就像我一样吧，半仓操作，半仓存款，走一步看一步呗。在真正的牛市到来之前，咱别亏太多就好了。旧金山联储行长 Daly 表示，今年再加息2次是非常合理的预测。今年再加息2次的话，联邦利率就上涨到 5.5% 到 5.75% 之间，这也是6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公布的利率点阵图所提示的。今年剩下的4次议息会议将会有至少1次到2次的加息。Daly 认为6月会议暂停加息，给美联储多6个礼拜的时间来考虑再次加息，将是最好的安排，也是非常谨慎的策略。他表示，通胀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，企业涨价的频率和幅度均有所下降，短期的通胀预期也下降了。商业银行正在谨慎对待他们的贷款和资产负债表。3月份的银行破产风波可能还是会导致银行在贷款政策上面的恶化。可以看出 Daly 的发言基本上是围绕着美联储官方发布的声明在讲，2次加息也并非是原创。同时 Daly 也不是本年度具有投票权的票委他的意见仅供参考。另一个美联储官员博斯蒂克今天表示，战胜通胀是美联储首要任务。他说在不打击到就业的前提下，实现降低通胀的目标，持乐观的态度。坚持抗击通胀是目前美联储官员的普遍认识了。在鲍威尔本周证词中，他也指出，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是赞成继续加息的。在货币政策制定者不断放出鹰派言论的氛围之中，资金跑步进入长期债券。债券投资者是金融业里面最聪明的那些人他们买入长期债券，用来赌央行能够成功压制通胀，加息变降息，从而给长期债券带来大涨的机会。在加息周期尾声，债券的收益率见顶回落，这时可能是买入长期债券的好时机。债券的价格走势判断比股票要简单得多，只要你把利率的方向搞清楚，就基本上可以做对了。当市场上的利率走高，债券价格会变低；当市场利率开始从高位走低，那债券的价格就会见底回升。20年期以上的美国国债有一只 ETF， 代码 TLT， 它全仓位持有到期在20年以上的美国国债。截止到5月，这支 ETF 已经获得了103亿美元的净流入，
超过了标普 ETF 基金 VOO。也许有分析师会说加息结束才是股票崩盘的开始。降息需要有经济衰退相配套，没有经济衰退美联储就没有理由降息。所以说研究股票，光研究到今年下半年加息结束，明年开始降息还不够，股票还要看有没有出现经济的断崖式崩溃，有没有宏观经济上面的重大风险事件爆发。而债券就容易得多了，只要利率开始往下，债券就会上涨。债券甚至可以用来对冲经济危机的风险，因为经济危机爆发后，美联储大概率会迅速降低利率，这样对债券上涨将是有利的。同时呢，美国国债又是信用风险最小的资产，当股票、房地产都不佳时，长期的资金将会更加喜欢买入债券，以获取稳定的回报。所以说美联储官员放鹰，债券的收益率却走低，债券投资者并没有跟着美联储官员的方向走他们说要加息，可是债券市场上收益率却在小幅下降。芝加哥交易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也仅仅预测到7月份加息25个基点，9月份再加的概率现在是超低的。一个数据上的佐证是劳动力市场有降温迹象。根据彭博社的一篇文章说，1年前如果一家公司在面试之后24小时没有做出答复，或者1周之内没有对是否雇用做出决定，那么候选人可能就跑去其他地方工作了。你看，曾经用工是如此的紧张，但现在是不一样了。这些找工作的人可能3-4个星期都还在找工作。劳动力供应在增长，美国人劳动参与率提高，移民也增加了之后，劳动力市场将重新平衡，可以供求职者找到的空缺职位正在减少。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改变也在调整着工资的增长率。劳工部数据显示，1季度工人薪酬同比增长 4.8%， 低于上季度的 5.1%。 曲线图上工资的增长率逐渐放缓。就业市场如果真的放缓，那对美联储最终停止加息将是有帮助的。4%以下的失业率实在是让美联储有恃无恐他们怕的就是大量失业，没有失业那就很难改变鲍威尔的口风了。本周鲍威尔在证词中说到，他非常关注商业地产的风险。那么商业地产的风险本质上还是银行倒闭的风险，经济危机就是从银行倒闭开始的。鲍威尔本周表示，银行系统中有大量的商业地产，并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集中在小银行。美联储确实预计到会出现损失，小银行集中度过高，会遭受更大的损失。耶伦也在本周表示，将会有更多的小银行被兼并。那么他们口中的商业地产到底目前正在经历什么样的风险呢？彭博社做了个吓人的图，用来说明商业地产目前空荡荡的。根据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数据，在美国今年和明年会有大约 1.4 万亿美元的商业地产贷款到期。利率提高之后，要还款的金额也大幅提高了，贷款到期之后有可能还不上本金。但是我们知道疫情结束后，有很多的工作都变成了远程工作，或者只要一小半时间去办公室就可以了。那办公室的空置率比疫情前增加了2倍，租金还大跌。富国银行租了个楼租金每平方尺200美元，疫情前是1000美元哦。全球情况都是一样的，欧洲、美国写字楼的租金下降，空置率高。香港的写字楼租金也是不断走低，每平方尺平均租金低于60港币。商业地产不好出租，租金下降想把写字楼卖出去也不容易。加息环境下，房地产投资放缓，住宅可能还好一些，商业地产更是难以成交。保德信金融公司是一家出名的投资管理公司，保德信认为写字楼还将继续下跌。商业地产贷款投资，收租还贷款，本来是一个不错的资金流循环，但是在持续的加息之下，这可能是要压垮骆驼的稻草了。如果天量到期的商业地产贷款变成不良，那么银行想要变卖高楼大厦就更是麻烦事了。如果说今年3月的第一共和银行、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倒闭，纯粹只是投资的债券亏损太多，导致存款人没信心，引发挤兑。债券亏了，毕竟大部分本金还是可以收回时间问题，只要大银行接手就可以了。那么如果商业地产类别的贷款出现坏账，那就比较难办了。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，过多的按揭贷款放弃了供款，把房子甩给银行，银行一时要拍卖的房产太多，
根本也拍卖不出去，拍卖了还不够还贷款。好，那这就引起了连锁的反应，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。所以说，房地产问题从来都不是房地产自己的问题，而是事关金融行业的问题。这就是为什么中美两国都要火眼金睛地盯着房地产不可了。银行本来是监管密集行业，它自己倒了就算了，还要把别人全部带到沟里，所以政府都会严格监管。美国每年都会对银行进行压力测试。今年银行股可以说祸不单行，美联储将大幅提高大银行的资本要求，下周三还将公布银行业的年度压力测试。所谓大幅提高资本要求就相当于咱们炒股融资账户，券商叫我们你要加保证金这样才能够提高账户的安全性。这个对银行的盈利能力可以说是利空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我们是1万美元可以杠杆交易10万的股票赚钱的时候是10倍的杠杆。如果券商让我们加到2万美元才能够做10万的股票，那么就剩5倍的杠杆了嘛。银行吸收存款、发放贷款，当然和我们炒股的风险不能比。银行的生意还算是比较稳健的，杠杆高则资本的回报率就高。但是今年美联储要通过大幅提高资本金，加强银行的安全性，但这一项监管措施也当然会降低大银行的盈利能力。此外，银行业的压力测试是例行公事，下周公布测试结果，如果结果还不错的话，银行股可能会小有反弹吧。话说银行股并不是主流，主流的是科技股，但科技股积累了小型的泡沫，其他板块的股票更是难以把握，买一个亏一个，感觉今年的美股正在进入一个非常难以操作的时间，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呢？欢迎评论区告诉大家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